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这一部影片是有关于日本帝国海军的重巡洋舰高雄号2号舰爱宕 Atago。那 Verifier 在今年就上市了这一艘的新产品，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盒子的设计，这一次是从船尾往前拍摄的这个画面，就相当的不一样。那在盒子上透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资讯，就包含了它的所有的线路，它的所谓的章线这一些设计，它都标示的非常的清楚，都画的非常的清楚，包含了你的信号旗，甚至上面挂的东西，信号旗的走向，它走到什么地方，然后主章线，然后包含这个线束整理器的位置，然后天线支架。包含了中间这一段主章线上面会有些什么东西，还有其他的章线，还有它的挂旗的方式，这一些东西它全部都画出来了。所以它这一次的和会，我觉得真的是最漂亮的一次，而且画得非常的详细，不会让你看不到什么线要怎么跑，要怎么拉，这些都不会。所以它这一次的峰会，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好，那我今天要开的这一个产品，它是属于豪华版的版本，所以它内部就还会有蚀刻片、3D 列印件这一些套件全部都有。那在盒子的侧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 Atago 它之前的一些事迹，包含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的，然后到最后是怎么沉没的，他都有写。那文章是吉野先生他所写的，吉野先生也帮 Verifier 他做了相当多的关于考证这一方面的资料的纠正。OK， 好，那另一侧我们就可以看到 Atago 上色之后的样式是什么样，然后包含它使用了什么颜色，只是这一些颜色是 Verifier 本身所出的颜料。所以在很多地区是有可能买不到的。那如果买不到的话，你可能就要使用俊士 Mr. Color 或者是 Tamiya 这两家公司的颜料来去做个搭配，就可以完成 Atago 的涂装。好，那再来我们就是看它内部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打开之后就会看到它的说明书，然后这个是 Deluxe 版本的改套的说明书，改装套件包含了金属制品，然后 3D 列印件，你可以看到它有相当多的 3D 列印的产品。3D 列印的产品除了细节度非常的漂亮，它也可以在制作上帮你省下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蚀刻片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一份说明书上面。那以包装来讲的话 ，Verifier 它一样是在盒子里面有一个夹层，把船身固定在上面，所以船身它就不会在盒子里面这样子摇摇晃晃去撞到其他的零件。那蚀刻片就是直接压在船身的下面，并且用胶带封着，所以蚀刻片就不会在盒子里面跑来跑去。在运送的过程当中，蚀刻片也不会被压到变形。好。那下层的话就是一些塑胶零件船身的塑胶零件，然后 3D 列印件以及铆链、水贴这些东西。好，那再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细看说明书，它跟搭告高雄号不一样的地方。OK， 我们在看说明书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版 standard 的版本，它所附的零件就完全看这一本说明书就可以完成。那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塑胶零件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金属蚀刻片有4片，跟高雄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多了一块小块的这一块。因为高雄号的话，它的只有第一层甲板是有所谓的油布甲板的压条，那爱宕的话，它是有第2层甲板，也是有油布甲板的压条。
然后你就算是标准版的版本的话，它一样是有一部分的 3D 列印的零件。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很注重整艘船的改造细节的话，标准版本也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选择。那以 Atago 来讲的话，我们知道高雄级它的4艘船的船首这个地方都是长得不一样，所以它就是使用了 3D 列印件来做这个舰首的形状出来，然后其他的部分跟高雄号是差不多的。那在甲板上会有一个施工图去标示出你什么地方需要钻孔，孔需要使用到几 mm。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会使用比较小的砖头，全部都打了一遍。然后当我需要安装的时候，我会再使用扩孔的砖头去扩到我需要的大小。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在施工上的话会比较简单一点。好，那再来它就可以标示出你的油布甲板的压条需要去放置的位置，需要去粘贴的位置啊，包含一些小救生艇的支架，这一些都有标示出来给你看。那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以 Verifier 的重巡洋舰，它的内部鱼雷舱的甲板是装甲的，这个不是油布甲板压条，它里面所有的钢板的纹路，它都有开出来给你看，所以这个是跟其他家公司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来，这个就是组装的顺序。那高雄级的巡洋舰，它在组装上的顺序会比较复杂一点。以后我在制作爱当的时候，我也会把组装的步骤，然后跟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一点。OK， 然后我们再看，其实基本上有改的地方就是包含在这里。你看第2层的甲板上面，它已经把油布甲板的压条给放在这个地方，所以跟高雄号是不一样的。然后第2页的这一个通气的东西，它从旁边有衍生出了排气管出来，高雄号没有。然后在上面有多了一个小烟囱，高雄号也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考证下来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飞行甲板的区域差距比较小。好，然后这一次的 Atago 爱当号，你可以看到它有了所谓的射击限位器，这个叫做安全框，防止127高射炮在转动的时候会去误伤到自己船上面的建筑物，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射击安全框的出现。然后 Atago 跟高雄号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有比较之后就会看得出来。可是我高雄的说明书我不知道丢哪里去了，所以我现在找不到。那以风挡来讲的话这个部位的设计跟高雄号是不一样的，也跟其他家公司所做出来的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说明书上面就可以稍微看得出来，形状结构是不太一样的。那再来就是旁边的通气管，在这个地方，这个 J 跟这个 K 的这2个零件，它侧面的弧度的曲线跟高雄号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有照片可以去当个佐证的。所以 Verifier 它不只是说我把船就简单的就设计出来给你看，然后给你做，它会尽可能的去还原历史上这艘船该有的细节，然后它也会想办法去让玩家在组装的时候去比较容易的去安装。像我们第一次在制作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空中线的支架，这个固定支架原本它是用3支铜棒所组装而成的，可是那个组装实在是有点困难，所以它这次把它改成了一体式，你只要用折的，它就可以完成你这个立体的支架，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是有改进的。然后舰桥的后方也多了所谓的通气管，这个跟高雄号的设计也不同。OK。
大致上设计就不太一样。好，再来是改装套件说明书它也有主炮的炮管，然后起重机主要的结构也是用金属制的，它可以承受比较大的应力，你在拉张线的时候，它可以承受的比较，你如果用弹力的伸缩线，它可以撑的比较不会容易变形，所以他们是坚持使用了金属件来做这个部位，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线束的收集器。我去翻阅了这个日本巡洋舰的书，里面有找到了这个东西它这个名称叫做空中线整合器然后刚好是爱宕这艘船的所以它就是包含它安装的位置，然后后面还要连接什么东西，其实它都有画出来，包含线还会再绕一圈，这个都跟它的说明书，就是它的和会上面画的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上面是有绕一圈的，所以它连这个东西都有顾虑到，直接做了 3D 列印件给你有分成舰首的以及舰尾的。乘以1，哎呦，那应该是只有舰尾的而已，可能没有舰首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布局，前方是否有这个东西。因为我看它的数量是各乘以1在后面。OK， 好，没关系。再看其他的东西，然后这个是主烟囱旁边的小排烟管，包含了桅杆上的信号灯，然后望远镜的座，这一次都有新增在 ATAGO 里面。好，再来是蚀刻片的部分主要的改装蚀刻片有6张，然后再包含说明书里面的这4张，所以 ATAGO 有10张蚀刻片，豪华版它有10张的蚀刻片，数量不算少所以做起来船会相当的细致。好，主炮跟高雄号差距没有非常的大，所以我就在这里就不提了然后在舰桥的部分，也没有说差距非常大，不过它有新增一些东西排烟管这一些设计出来，然后包含了这一支，我记得高雄应该是没有。然后它的挡风板这一些设计也是不一样，这个是有经过考证出来的资料，所以他们把它给画成这个样子，包含了这一个连接的地方。有的厂商做出来的这个地方会让这个回风罩它是缩进去的，然后其实实际上的照片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考证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就 Verifier 它尽可能去还原原本这艘船它的细节跟长相是什么样子好，然后蚀刻片制作的弹射架，然后水上飞机包含了内部结构、座舱这一些，然后其他的零件使用蚀刻片去改装的。好，然后这个区块就没有什么不一样，不过它这个地方的绘画就少了那些小的排烟管。这一张图有画出来，这里就没有。好，再来就是主要的起重机全金属组合而成的，所以在起重机这一根后桅杆的制作上，它会比较复杂，比较困难一点，而且它新增了望远镜的这一个位置，多了一个保护罩，然后上面多了信号灯，这也是跟高雄级不太一样的地方。好，
后这个是后半段的设计。来，第二层的甲板，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油布甲板的压条，这个已经放上去了。不过他在画这张图的时候，他没有去修改前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没有所谓的防滑纹路的，这边是平面，后面才有防滑纹路。然后前面这个地方，从这一段开始，前面是要喷成咖啡色的油布甲板的颜色，后面的是军舰灰的颜色，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OK， 然后这个就是豪华版的 Atago 的完成图。好 ，OK， 那再来就是板件的部分。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部分，那就是包含了塑胶的零件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它的塑胶零件的细节。首先我们来看甲板好了。这个是它的第一层甲板，这一块板件它是使用高雄号的板件，所以你可以看到原始的高雄级，它的2层甲板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上面是没有任何的防滑纹路，也没有其他特殊的设计，所以这个是跟爱当不一样的地方。那爱当有另外在制作一片关于2层甲板的零件。然后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主甲板。所有的纹路非常的清晰可见。然后背面你也可以看到所需要钻孔的位置，所有的预留孔、引孔都已经开给你了，你只要照着说明书上面去，再把孔给钻出来，这样子就 OK。好，这个是关于甲板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第2块板件，我来看它的主炮好了。这个一样是使用了高雄级的主炮。我们看它的板件上的表现，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它的主炮侧面装甲上有开出相当多的细小的所谓的铆钉，这些东西在上面。那以我上一艘做田宫的最上号摩嘎米的时候，你必须要使用 Pantos 的套件，才有办法有周围的铆钉的设计。有没有？这样就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铆钉的设计。这个是必须要使用改套才有的。这个是 Pantos 的设计跟 Tamiya 的设计搭配起来要这样子使用，你的主炮看起来细节才会漂亮。那以 Verifier 来说，它就直接帮你设计在塑胶件上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它这些铆钉的设计所以 Verifier 的主炮说实在的，它也是相当的漂亮。然后再来的这一个是一样，它是使用高雄级的板件，所以你可以看到的主桅杆就是所谓的前桅杆，它的零件在这个地方，然后一些传动轴的人字架，包含它的船舵，你看船舵上面的铆钉都有设计出来，所以细节相当漂亮。它是左右2片合起来的设计。OK， 这个是其他的板件。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这一个板件也是高雄级的，所以它的烟囱一样是采用3片式组装的。我们看这个，
它前面的烟囱，还有分前烟囱以及后烟囱。你看它烟囱上细节很丰富的铆钉啊，很清楚。OK， 所以它是采用左边以及右边，还有一块前侧的烟囱组装起来，3个组装起来，所以它可以完整的保留烟囱上面所有的铆钉细节。然后这个是后面的这个烟囱，它一样。不过这是靠近转角的这个地方，它的铆钉的数量就会减少，因为脱模的关系，有可能会造成铆钉拉扯变形。所以接近转角的地方，通常 Verifier 不太会去设计所谓的铆钉在上面，因为有模具的限制。OK， 好，再来这一块，它就是针对 ATAGO 所设计的东西。你可以看到我们所谓的侧面的通气管的外侧，它的角度就跟高雄级的不一样，它的角度就相当的斜，相当的倾斜。然后所有的排烟管，小支的排烟管，路径不一样的，它全部都开在这块板件上啊。然后第2层夹板，你可以看很清楚，看到上面有防滑纹防滑纹路，然后前面是空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你喷油布夹板的颜色，这就是跟高雄第2层夹板区别比较大的地方。那再来的就是水上飞机的部分，舰载机的部分。然后这个是127的防空炮。那以水上飞机还有救生艇的这些零件来讲的话 ，Verifier 的小艇我觉得是做的相当的漂亮。它几乎在里面是没有所谓的推出孔，你不会看到一些孔洞在里面，所以 Verifier 的小艇看起来的细致度是最好的。然后再加上它又有细节的提升套件的蚀刻片给你，所以运用上，它在坐在其他船上，我觉得也是有蛮加分的效果。然后飞机也是一样，它还包含了内部结构。好，那这个也是高雄级的零件，你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是放艇支架，然后一些类似望远镜，然后甲板上的通气口的这些零件，这些零件的设计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非常要求的话，你不一定要使用到 3D 列印件，其实这个塑胶件就够了，它的细节度就够了。然后这一个就是包含了旁边探照灯的支架，然后鱼雷发射管，还有一些小零件，就是在这一块板件上。OK， 这个是双联装防空机枪，3联装防空机枪以及救生圈这些东西，我觉得 Verifier 的救生圈也非常的漂亮，不像有的厂商，他没办法开出这么细的东西，所以他到最后就是给你蚀刻片。那蚀刻片的厚薄度又不一样，然后你要2个蚀刻片对粘起来，才会有这个厚度。我反而觉得这种塑胶件它是最容易让你制作的，你只要把头尾剪掉，上个色，先上白色，然后再上红色，再把它剪下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完工了，超级省事。它的救生圈我超喜欢。好，再来的是单装防空机枪，这个就在 3D 列印件这么盛行的时代，它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特色了。
OK， 这个是卷扬机中间的结构，这个也是卷扬机，细节都相当的漂亮，细节都很漂亮。然后这个就是弹药箱啊，探照灯，然后望远镜的这些板件。再来，金属件相当多，一整包的，所以你要看着说明书慢慢的制作，因为它的零件真的是非常的多。再来就是重要的船身，你可以看到这样子就看得见了，它上面是有铆钉的，你可以听到我手在滑动的时候跟铆钉摩擦的声音。每个地方都有铆钉，然后在这个地方，它把模具的合模线收在这个角落。不过这个角落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丑一点点的这一次，跟对侧的比起来的话，这边是完全看不见，这边还有一点点，这个看他们有没有办法修模，再把它修掉，因为毕竟到后面还有一艘摩耶，它也是使用这个船身。我希望它可以把这套模具保留的比较完整一点，再给摩耶使用。这个就是它船身，然后我们可以看，它有的地方像这个地方，铆钉就会稍微淡了一点点，不过不至于消失，只是变得很淡。这个地方变得非常的淡，你要在某些角度下才可以看得出来，很淡。好 ，OK， 这个是船身的部分。再来 3D 列印件，还有相当多的 3D 列印件。其实主要给各位看，只是看它的 3D 列印件会不会像有些公司做出来这么的粗糙。因为它的说明书里面都有很明确的标示说，3D 列印件该是有什么样的零件。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目前 Verify 的 3D 列印件有没有很细致。这个是所谓的测距仪，上面的铆钉很清楚，转到侧面，铆钉清晰可见。所以它的 3D 列印技术是有增加的，是真的是还蛮厉害的。然后这一个是主烟囱以及后烟囱的内部结构，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到上面它是有爬梯的，它是有爬梯的内部结构。所以说以前我们在做烟囱内部结构的时候，你必须要用蚀刻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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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去搭建它。现在这个就是直接把它切下来，然后放进去就没事。所以 3D 列印件未来在模型的制作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尤其是用于没有受力的这种细节，它是非常好用的东西。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望远镜，3D 列印的望远镜。非常细致，非常的细致所有的小管线还有座椅，它都有直接列印在上面。什么座椅在这边很小一个，下面有支撑，所以这个在拆的时候就要蛮小心的，以免拆坏了。OK，这个是清除水雷在使用的防雷具，然后探照灯、探照灯的架子，还有一些通气管，就在这个板上。然后这个是水上飞机弹射架的内部结构，这是这一块，还有这一块，这两个。
这个是127防空炮，然后这个是单装的防空机枪，以及一些小零件，就是一些后桅杆上面的零件，拿出来看一下。单装防空机枪，枪身跟座是分离的，所以如果你是你要做迷彩的话，那这一版你就可以把底下的底座另外上色，然后枪身保持金属的黑色，因为照理来说，枪身是不会有任何的油漆的，因为枪管是会过热的东西。好了 ，OK， 再来就是3连装跟双连装的防空机枪。你看一下，也是相当细致，而且它这个是有防盾的，前面是有盾牌的。好。再来这个就是鱼雷啊，鱼雷就比较没有什么特色，因为就是一只圆滚滚的这样子。OK， 好，再来就是烟囱上面的烟囱罩。以前早期我们在制作的时候都是必须要用10颗片下去搭建起来的，这一次就没有，它直接开成了3D 列印件，你只要把它切下来就直接可以粘上去，所以也省了相当多的时间。好。那以上就是 ATAGO 的介绍。那10颗片的话，我想如果有长期在观看我的频道的话，你们可以回头去看跟高雄一样，它的开箱介绍，它的测评的介绍，因为它的10颗片的品质是一样的，就在这边我就不浪费时间了。好 ，OK，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